非洲野狗让猎狗望而生畏，它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猎狗瞬间认怂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生存着许多野生动物，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草原之王狮子以及非洲二哥猎狗了。并且猎狗之所以能够坐上二哥这个位置，和他们喜欢掏肛的习性脱不了干系，这就导致虽然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但很多人都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。不过你敢相信吗？在非洲草原上竟然有着一种生物，能够无视猎狗的掏肛技能。既然缺啊，那么他们又会是何方神圣呢？这是一种名为非洲野狗的生物，名号的响亮程度仅仅在猎狗之下，甚至还从一众犬科动物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非洲草原生人们公认的最强犬科动物。相信一定会有人感到好奇，为什么这个称号会落到他们的头上，而不是用来形容猎狗的呢？其实猎狗虽然名字中有个狗，但它们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犬科，而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品种，所以最强犬科动物就无法落到它们头上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猎狗和非洲野狗相遇的话，它们谁的实力才能够更胜一筹呢？按理来说，猎狗的体型比较大，所以在战斗中一定是具有明显优势的。然而随着人们的观察，有人发现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非洲野狗与猎狗单打独斗的话，那么从所有方面来看，猎狗的实力都是超过非洲野狗的。不过从事实证明，它们都属于群居动物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非洲野狗的实力却能够反超猎狗。为什么同样是群居动物，实力较弱的非洲野狗却能够反败为胜？对于非洲野狗来说，它们种群中的领导者一般都是雄性，但猎狗却恰恰相反。由于雌性猎狗的体型比较大，所以在种群中才能够起到主导的作用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非洲野狗有着猎狗完全没有的优势，那就是它们团队中常常保持着团结的心态，而猎狗不仅不团结，还会时常发生内斗，导致战斗机大大降低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非洲野狗才能够在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反败为胜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非洲野狗群为何会如此团结呢？根据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发现，非洲野狗群有着成熟的战斗策略，并且与狼群比较相似，种群中同样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。不过相较于狼群的严格，非洲野狗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亲密一些。更重要的是，非洲野狗的智商非常高，不仅能够识破人为设下的陷阱，还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将同伴救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非洲野狗群通常都采取非常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如何活动，它们喜欢与同类社交，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不同的情绪。并且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野狗群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一般都会采取投票的方式，而打喷嚏就是他们投票的信号，并且种群中的每一只个体都有着投票的权利。这样看来，非洲野狗的团结却是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能力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能够在充满危机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下去。既然非洲野狗有着如此强悍的能力，那么它们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？按理来说，能够在非洲草原上拥有自己一席之地的动物，它们的实力一定都是不容小觑的。所以在自然界中，拥有着强大能力的野生动物，它们想要生存下去也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。不过就算非洲野狗却没有因为它们强大的实力而过得轻松，恰恰相反的是，如今自然界中野狗的数量不超过3000只，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它们落得现在的处境呢？事实上，无论是在强大的动物，在面对人类的时候，它们也会变得非常渺小。由于非洲野狗的实力不容小觑，所以人们为了防止它们袭击家畜，便开始对它们进行猎杀，因此导致非洲野狗的数量迅速减少。除此之外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导致非洲野狗的栖息地逐渐减少，甚至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繁衍。更重要的是，非洲野狗十分容易遭受到细菌的感染，并且在非洲草原这种充满危险的地方，一旦有一只野狗感染了传染性疾病，那么其他个体很快也会跟着遭殃。所以这样看来，非洲野狗的存活率并不算很高。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注重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它们就能够摆脱濒危的困扰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这只母鸵鸟正不停地奔跑，而它的背后竟然有3只猎豹同时追赶，如此激烈的场景可以说是百闻难得一见。不过母鸵鸟并不惊慌，反而十分从容，仿佛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。难不成这只母鸵鸟竟然比猎豹还厉害？没想到结局却来了个惊天大反转。这只公鸵鸟是母鸵鸟的老公，然而此时它的身边却依偎着另一只鸵鸟小美，这样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了。看来公鸵鸟是背叛了母鸵鸟。原来鸵鸟夫妻已经在一起有段时间了，他们刚开始也是十分恩爱，为了能够快点繁衍后代，公鸵鸟每天都十分努力。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母鸵鸟的肚子却一定动静都没有。公鸵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而是每天都更加的努力地创造后代。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公鸵鸟不由得心生厌烦，他认为母鸵鸟根本就不会下蛋，还耽误了他这么长时间。夫妻两个还因为这件事情多次大打出手，
终于，公鸵鸟忍无可忍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隔壁小美，而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出了轨。自从和小美在一起后，公鸵鸟每天都找机会出门约会，甚至还趁母鸵鸟出门的时候把小美带回了自己家。不过终究纸包不住火，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被母鸵鸟知道了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准备给公鸵鸟一点教训。公鸵鸟出轨被母鸵鸟抓包，为了报复丈夫，母鸵鸟竟然引诱猎豹到丈夫身边。猝不及防的公鸵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了一跳，不过在想反抗的时候已经无济于事了。不得不说，公鸵鸟沦落到这个境地，真的是咎由自取。母鸵鸟虽然暂时忍受了丈夫的出轨行为，但是她心中一直有一股怨气，如果一直这样忍下去，头上的绿帽子越戴越多，恐怕迟早有一天会被气死。虽然母鸵鸟很想一脚踹死自己的渣男丈夫，但是碍于自己和丈夫的实力还有些差距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她还是决定另外找个机会。很快，一个绝佳的时机就摆在了母鸵鸟面前。这天一早，母鸵鸟刚准备外出觅食，就被3只猎豹兄弟盯上。面对这样强大的掠食者，母鸵鸟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逃跑。好在母鸵鸟的奔跑能力还是在线的，它趁猎豹兄弟不注意，转身就朝另一边跑去。不过逃跑终究不能解决问题，毕竟母鸵鸟的体力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母鸵鸟看到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是母鸵鸟的渣男老公正在悠闲的散步，这不由得让母鸵鸟心生不满。也就是在这一瞬间，母鸵鸟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。公鸵鸟嫌弃自己老婆生不出孩子，转头就和隔壁小美好上了。母鸵鸟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吃哑巴亏，为了能够报仇雪恨，母鸵鸟竟然设计陷害自己的老公，利用猎豹3兄弟借刀杀鸟。母鸵鸟的老公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老婆竟然会如此狠心。母鸵鸟看着悠闲的丈夫，心里十分的不服气，为什么自己被猎豹追杀，她却能如此悠闲？不过这也为母鸵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只要把猎豹3兄弟引到公鸵鸟身边，就能够顺利完成借刀杀人的计划。于是公鸵鸟说干就干，立即调转方向朝着公鸵鸟跑了过去。而此时的公鸵鸟却一脸懵逼，看到自己老婆飞奔过去的身影，不知道对方又要闹什么幺蛾子。殊不知此时猎豹3兄弟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随时准备大开杀戒。对于猎豹3兄弟来说，杀死一只鸵鸟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相较于受惊后跑得飞快的母鸵鸟，他们更想毫不费力地拿下另一只体型更大的公鸵鸟。由于公鸵鸟这几天只顾着和小美卿卿我我，身体研究亏空的差不多了，所以还没有等他逃跑，猎豹3兄弟就已经将他包围住。看来公鸵鸟今天是凶多吉少了。而母鸵鸟脱离危险之后，并没有直接离开，而是找了个安全的地方看热闹。看见背叛自己的公鸵鸟落得如此下场，母鸵鸟终于大仇得报，心情畅快极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只重达590斤的黑棕雄狮正在和其他3只雄狮进行激烈的打斗，很明显它成为了众矢之的。然而谁又能想到，在2个小时之前，他们还是兄友弟恭的一家人，然而下一秒却不惜撕破脸皮。不得不说，这兄弟情也太塑料了吧。这4只雄狮虽然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但他们在彼此最危难的时候都没有选择背叛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同为被狮王赶出种群的流浪雄狮，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，并且在经历了各种挫折之后，感情愈发深厚。虽然和好兄弟在一起也十分开心，但没有母狮来帮他们繁衍后代，终究还是不行的。为了能够改善生活，兄弟4个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，终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领地和一群妖娆多姿的母狮。可一个狮群中只能有一只狮王，于是实力最强的雄狮大哥顺理成章地坐上了这个最高位置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非常的和谐且美好，其他的3只雄狮兄弟也非常的敬重大哥。然而随着利益逐渐分配不均，雄狮4兄弟表面的兄友弟恭也逐渐被打破。直到有一天，狮王大哥带着老2外出巡视领地，老3和老4则留守在狮群中保护母狮的安全。然而这种看似安全合理的分配，却成为了导致兄弟情破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雄狮4兄弟表面看似兄友弟恭，背后却谁都不服谁。为了能够霸占狮群中的母狮，3兄弟决定合力对付狮王。原本深厚的兄弟情谊竟因为母狮而一朝破灭，着实是有些讽刺。也不知道狮王大哥有没有后悔当初认识这3个弟弟。看着狮王大哥和老2的身影越走越远，逐渐消失在了领地周围，剩下的老3和老4原本还相安无事，此时却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然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竟然是因为狮群中的母狮们接二连三的发情，让雄狮兄弟们也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奈何狮群中还是大哥当家做主，他们并没有交配的权利，所以就只能默默隐忍。然而时间一长，难免心生怨气，因此当他们看到大哥离开，直接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或许是为了在母狮面前表现得好一些，
这两兄弟越打越激烈，并且谁都不愿意先认输，让狮群中的母狮都懵了。无论他们如何劝阻，都没办法让两兄弟停止打斗。随着他们的体力逐渐耗尽，但依旧没有分出胜负。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动物趁虚而入。所以他们只能暂时休战，谁都不愿意搭理对方，搞得狮群中的氛围瞬间降到了冰点。然而他们刚刚休战，狮王大哥就带着老二回到了狮群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大哥也猜到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看来今天这件事情不会那么轻易结束了。雄狮兄弟为了争夺和母狮的交配权，甚至不顾兄弟情谊，还联手对付自己的大哥，真是塑料兄弟情。不过大哥可没有那么心软，面对背叛自己的三兄弟，毫不留情的就赶了出去，也不知道雄狮三兄弟还能不能活下去。雄狮老三和老四看到大哥回来，虽然有些心虚，但更多的却是不满。明明当初一起打下的江山，自己却只能俯首称臣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此时他们也意识到，如果大哥一直在，就算他们再怎么打斗，最终都没办法获得交配权。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狮王大哥拉下马。没想到雄狮老二一眼就看穿了两个雄狮弟弟的心思，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，所以他们暂时达成了和解，并且合力把雄狮大哥骗到了小树林中。本以为雄狮大哥1对3会有些力不从心，没想到他却早有准备，凭借着自己庞大的体型把三兄弟打得落花流水，然后趁机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雄狮三兄弟看见大哥离开，没有了共同敌人的他们瞬间开始内讧，都想把其他两个兄弟解决掉。而雄狮大哥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，表示这3只背信弃义的雄狮和他再也没有关系。就算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狮王也不会允许他们再回到狮群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只母野马正拼尽全力生产，在期待了很久之后，它终于成功升级当妈。然而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正有一只流氓公马死死地盯着它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了。这只公马实在是不讲武德，连刚刚生产完的母马都不放过。这只母野马今天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隐隐作痛，经历了一整个孕期，它终于等到了孩子出生的这一天。为了能够让孩子出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它强忍疼痛四处寻找，终于找到了一处隐蔽且安全的地方。在确定了四下无人之后，母野马终于放下了心，准备安安心心待产。肚子的疼痛让她痛苦又期待。作为一个准妈妈，她可以说是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。好在小马的出生还算是顺利，并没有造成什么致命的意外。只不过小马才刚刚出生，此时还软塌塌的躺在地上，根本没有站起来的力气。在自然界中，刚刚出生的动物幼崽都是非常容易遭受到危险的。不过母野马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守护在孩子身边，等待他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。母野马不停地四处张望，生怕他们母子会遭遇不测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这个地方十分隐蔽，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出没。然而还没有等母野马松一口气，一位不速之客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流氓公马不讲武德，全然不顾母野马刚刚生产完，就想和他卿卿我我。没想到这样一幕却被母野马的老公撞了个正着。男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，流氓公马真是活该，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从母马老公手里全身而退。正当母野马不停鼓励自己孩子站起来的时候，在一旁偷看很久的流浪公马终于伺机而动，走到了母野马的身边，并且还不停地对母野马动手动脚。尽管母野马表现出了十分抗拒的情绪，但是流浪公马依旧不为所动，还在不停地靠近母野马。由于他的孩子刚刚出生，母野马害怕流浪公马恼羞成怒伤害孩子，于是也不能止步自己离开，只能对着流浪公马又踢又踹，试图把他从这里赶走。可流浪公马好像有一种势在必得的决心，面对母野马的抗拒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，依旧在不停地靠近。虽然这只流浪公马年轻潇洒，比自己的配偶不知道强多少倍，但母野马此时只顾着自己孩子的安危，根本没有心思想其他的事情。正当母野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她的老公突然出现，看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受尽屈辱，不禁怒从胆边生，朝着流浪公马就冲了过去。两只公马瞬间打成一团。母野马在配偶出现之后，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此时的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赶快站起来，和她一起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刚生产完的母野马就被流浪公马盯上了，对方全然不顾母野马的身体，一心只想和她亲近。没想到这一幕却被母野马的老公撞了个正着。两只公马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，谁能受得了自己头上戴了2顶绿帽子呢？流浪公马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行为会被抓包，不过他可没打算认怂，而是选择了正面迎战。毕竟只有自己获胜，才能够和母野马正儿八经的亲近。而母野马的老公为了摘掉头上的绿帽子，更是拼尽了全力攻击流浪公马。一时间他们两个打得难舍难分，气氛也逐渐变得紧张。母野马实在是不喜欢这种喧闹的感觉，
虽然这2只公马是为了自己争风吃醋，但他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他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终于在母野马的殷切期盼下，小马终于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母野马大喜过望，趁着2只公马不注意，悄悄地带着孩子离开了这里。流浪公马原本想在母野马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，没想到一转头却发现母野马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们之间的打斗可以说是毫无意义，2只公马都有尴尬，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他们十分默契地停止了打斗，并且各自离开了这里。也不知道母野马的老公会不会伤心，毕竟自己为了老婆大打出手，对方却视而不见，实在是有些让人心寒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